老板怎么了？哎，我这次真的是有点被搞混了。搞混什么？很像是 M4 的，又像是428的一台车哦，让我有点困惑了。有这个小细线的，这是正 M4 的后视镜没有错。模糊的一件事呢，它又是一个有天窗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后车厢，后车厢又对哦，有这个折的哦，其实就是 M4 没有错。可是这又跟屋顶抵触了。当然宽体的部分呢，是大家都能做，前保杆啊、引擎盖啊，这个也都能换。本来想要教大家怎么辨别这台 M4 呢。哎，看起来真的很难解决这一次。好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台车哦 ，BMW M4 F82。据我所知哦，跟车主沟通过这台车，听说啊，14年头批的是可以选配天窗，要加钱改的，是要加钱的、哦。后来就取消这个服务了。所以我们当然这台外汇的哦。那这次我们来看这台车被天窗耽误的 M4， 这次要改些什么东西啊、哦？镜头跟着走了，走。这台车哦，我们打算要把它拿来切宽体。对，我们要切之前呢，我们把它备份。为什么要备份啊？开玩笑，你知道 M4 的叶子板呢多少？428想改 M4 的叶子板，我们把它开起来1:1之后，我们可以造福所有的428，让大家都变 M4 啊。这整块原装的叶子板啊，把它翻模，把皮翻起来，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切割，这样就不会浪费这块叶子板。那我们开模 ，OK。这个后柜其实 copy 好了，一般的3系列或4系列的 N4样式的保杆来看这边，它们虽然样子很像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宽体的关系，所以这边它没有办法做出很大的层次。你看这条线大概只有1指，那这个地方其实就知道。来看这个，了解了，看得出来哦，这边是2指，误差这边就看得出来，这样就比较好辨别的方式。原来看天窗不准 ，OK。啊，每一台车都好好的，干嘛这么想不开呢？好吧，反正车主喜欢就好了哦。因为我们在切的时候非常多的粉尘，有补土，就表示这个地方应该是修过。不过待会的爆龟应该粘合度要做了，因为这地方不是原厂的形状，慢慢就知道状况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好。跟各位观众讲一个比较基本的观念，有些客人会问说：“老板，我这是正品的，为什么装不密？不管是正的还是仿的都没有关系。套件为什么会不密啊？因为每台车多多少少磕磕撞撞都会有。在组装的时候，有遇到密合度不好，就是要去修正、微调，怎么样把缝修掉啊？会影响一台车整个看起来的完美度跟细致度。这个密合度板就是我们家常在做的工作哦。其实原则上来讲，这组套件可以直接直上哦，但是我们待会就是要把那个很小的细微哈，再把它一网打尽，让它看起来更好。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。好。哦，来认真看一下哦，我们这推到底之后，这边其实还是有缝的哦，看起来是还蛮密的。但是如果真的要求，这个等一下都可以做到很漂亮。现在打自攻牙，不表示以后就是自攻牙，以后可能这边还是可以换成有牙的那种铆钉，直接用锁的。这地方或者换成钛合金螺丝去固定哦。这个现在只是一个施工的一个过程。你现在真的要来挑剔一下的话，最高的要求标准哦，来找一些可以帮它做到更漂亮的地方。这套其实老实讲，已经是蛮漂亮的密合度了。我们装起来这缝真的算漂亮。认真要讲，每个地方都会有瑕疵啊。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来，我不知道镜头拍不到哈。我们这样折折看哈。这平面折起来厚度其实蛮厚的，有没有看到这边都是可以很轻松插进去的，漂亮的地方单层就插不进去了哦，这里插得进去，这边插不进去，但是这边的缝也很大啊。我们待会就是从这边来着手。这个爆龟做好，为什么铝圈还这么丑？就是因为我们等着这爆龟上去以后，就可以好好的丈量它的 EP 值，重新定做一个专用的锻造铝圈，很精准的可以对到它的轮毂的极限。最好的做法就是爆龟做完之后再来做铝圈，当然也可以返回做啦。但是如果返回做的话，就是铝圈先出来的话，这龟呢就要客制化。用手工的方式来做，来符合铝圈。这个车改好应该蛮傻。OK， 这个钣金的部分还不错，过去一点应该看得到有缝，有光出来吗？有没有？
这边已经密了，但这边不对。保杆在组装的时候还是会有位移差距，我们就是要挑剔这种小地方。然后待会下个阶段，我们就来量这铝圈的 ET 值，来为它定做专用的锻造铝圈。整个铝圈哦要出来多少就可以多漂亮，这铝圈要换掉 ，OK。我们上次有个客人是 M4 天窗版的，应该说4系列天窗，其实大家都想要把屋顶改成 M4 的碳纤维屋顶。这个问题其实很多车友都问过我这个问题，因为它原装卖的价钱实在太高，可是坊间又没有找到1:1的可以买。原装影片上次问多少钱？20几万吧，价格太不亲民了。因缘机会一个巧合，找到一个他有在卖整个 M4 中古的屋顶。如果要开模的话，必须要是整个屋顶 A、B、C 柱一次切下来，不是拿皮回来开模。因为拿皮回来开模的话会不准，所以我们这次计划整个屋顶回来，开模怎么样？好，当然好啊，当然好啊。状况其实都还内到外其实都还不错哦。它算是没有到很漂亮，但是价钱合理。然后我们如果拿回来开模嘞，我们来开那个最高阶的，epoxy耐高温的，开下去的话，其实可以跟原厂的这个硬度啊、轻量化啊，还有它的强度啊，应该都可以做到极为类似。我不确定能不能成功啦，反正屋顶不买，哦，基本上是，我们也只能做梦。好，我就买了，点头吗？又买，哦，我们要把它买起来啊！好，我们等消息。Much later. 其实这一块看得出来，应该就是翻车的，有一些小小的擦伤啊，不明显啊。它的边界啊，看一下，边界线都没有伤到，应该是可以让它维持原本的完整性。镜头再近一点来看，这个黄色的胶，这就是原厂胶，这一整条都是。其实我问过很多烤漆师傅了，这种要拆起来，应该玻璃就散掉，就破掉了，所以我们应该也不会考虑去破坏它了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拿来开模，再花钱。好，我们来翻模，连上次的那个 M4 宽体的后叶子板，我们一次全部把它翻出来，28 N4 化就不是梦了，我们就可以达成1:1的做法。帮我把它搬上车了，走。M4 的屋顶现在就是蛮多伤痕的，所以我们开模之前要把它补修，结构是很好的。装给一般的屋顶呢，就是只要把皮整个拿掉。再把这个边条扣粘回去，就照原装的方式装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背面，柯哥帮我翻一下吧。这屋顶非常的轻哦，这是碳纤维的。来，我们看这背面，来镜头近点来看没关系哦。当然这是气囊啊，这气囊就不用看，这都已经爆过了哦。这内部的这么大格子，这就是12K 的碳纤维，基本上就是算是做导弹用的材料，是做最强的结构。其实我们生产起来的东西几乎都是比照办理，将来应该可以做出材质跟它极为相似的。毕竟原厂是热压的哈，是用预进步的方式去做热压，我们的话是用那个 epoxy 高压热真空去做一个成型。虽然没办法完全到一模一样，但是我认为强度应该可以做到90%。内部的结构啊，我们都会保留起来，做一个模具的开模。这边就是原厂零件才会有这样的 QR code 码哈。那这个当然这片如果真的叫原装的话，都是20几万一片。然后下一个阶段呢，好，我们还准备另外一个厉害的武器是什么？叶子板看得出来哦，这个爆柜非常的大，这个爆柜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厚。到时候我们会用 epoxy 直接做出它的板件，这一块板件这个材质去做，就堪称比车台的铁件还要再轻再硬。将来我们就能够有更完整的零件来移植整台这个1:1 M4 的这个梦想。OK， 走。这就是抽真空 epoxy 的制造的过程，我们就是用模具把它铺好了之后，碳纤维在内层先铺到最漂亮，内侧还有一些不同材料的格纹来做它各种不同强度加强。当然也可以用碳纤维，也可以用一些结构毯啊或玻璃纤维啊，在这里面做，主要用不同的材料来达成对客户不同的要求。它有很多管路，有没有？这边都有管路现在已经是真空的状态，现在试抽。真空状态下，它把空气从这个管子抽走之后，必须要确定这边都不会再有空气。待会就会有 epoxy 树脂可以从这边注入，一边吸一边放树脂，然后它开始会渗透。因为不可能从头渗透到尾，会依照师傅的手工的方式，从不同的位置去渗透可能一下换这边，一下换这边，一下换，让它树脂不同的渗入方式。当然这边就很靠技术工，加热完成型之后，就是一块很厉害的碳纤维板，等着看了走。